老话讲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很多老朋友听完心里难免有些打鼓，总觉得那个叫阎王爷的手里拿着一本点名册，上面白纸黑字写好了你哪年哪月哪日该走，时间一到随便打个勾，你就得乖乖跟着走。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这么想，那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大学问给看扁了。你们要晓得，命运这个东西，它绝对不是一张定死了的时间表。那个传说中的生死簿根本不是什么按着姓名字母排好的名册，那是什么？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讲，它是一套极其精密的追踪仪。追踪的是什么？是你身上的气。你去看那些真正懂行的人，算八字看五行，看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看你身上哪一种气最重。你心里天天惦记着占便宜，你身上就有一股贪气的磁场，你肚子里总是窝着一团火，恨这个怨那个，你身上就有一股怨气的磁场。你欠了别人的东西死活不还，你身上就有一股阴沉沉的债气。这些贪气、怨气、债气，它不是空的，它是实实在在的能量，它是有重量的。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业力。你的业力越重，你身上的气场就越浑浊，越往下沉。阎王爷或者说因果的这套法则，他根本不认识你叫张三还是李四，他靠什么抓人？他就是靠循气而治。你的气场在那儿闪闪发光，就像黑夜里点了一把火，那些灾祸啊、疾病啊、破财的烂事啊，顺着这个味儿直接就找上门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身体好好的，突然就生了一场查不出原因的大病。有些家庭明明日子过得挺红火，一夜之间就家破人财空。根本不是老天爷在故意捉弄谁，是你自己心里头漏了气，把你命里的那个雷达给激活了啊！可是既然因果是顺着气味、顺着磁场来找人的，你们倒过来想一想，这世上会不会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任何混浊的气味？我告诉你们，真有，不仅有，而且大致可以分出4种。这4种人不是说他们成仙了、飞升了，他们在人世间一样吃喝拉撒，一样要经历生老病死，可是他们在因果的那个雷达上是隐身的。阎王爷的差役拿着八字找过去，走到这个人跟前了，左看看右看看，明明这个人就坐在那儿喝茶，可是差役就是看不见他，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能摇摇头，空着手回去交差。为什么？因为这4种人身上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追踪的记号，债他不欠，贪的味儿他没有，气他不接，怨的味儿他没有，心量大得像海，算计的味儿他没有，吃过天大的苦却不留一点恨，执念的味儿他也没有。这就叫跳出3界外，不在五行中啊！他把因果的雷达给彻底屏蔽了。阎王爷怎么敢收他？怎么能收他？他连下手的地儿都找不到。而这4种人往往就混在咱们这帮普通老头老太太中间，甚至可能就是你每天去菜市场碰见的那个不起眼的老街坊。他们靠的不是什么法术，靠的是在这滚滚红尘里把自己的心念给转了，把身上的那个磁场给彻底洗干净了。我今天就把这引申的4种人一层一层的给你们拨开来讲，说不定你听着听着一拍大腿，哎呀，这种人我好像已经做了大半辈子了。这头一种人啊，也是最难得的，就是一辈子不占人便宜、不欠人情的人。你们仔细回想一下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肯定有这么一种人，他跟人借了钱，哪怕是10块8块，哪怕过了10年8年，他心里始终记着，只要一有钱
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人送去。别人下雨天借过他一把伞，他都记在心里。过2天人家家里有事需要搭把手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冲在最前面。很多人看这种人觉得他们死脑筋，甚至笑话他们，说这人清高假正经，活得太累。我告诉你们，这种人不是清高，更不是讲究什么虚伪的面子，他是因为心里头放不下东西，他嫌重啊。你要晓得，你欠人家一件事，一笔钱，一个人情，那件事就在你心里硬生生地占了一个位置。欠的东西多了，位置占满了，人往下沉，那是背着债在走路啊。就像你兜里装了一块石头，刚装进去走2步，你觉得没什么感觉，可你要是走1天，走1年，背着一麻袋石头走半辈子，那是要压垮人的。他不占便宜，是因为他背不动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佛法讲得很清楚，因果这本账，它里面记的到底是什么？记的就是谁欠谁，生死簿上的因缘果报，就是顺着这条欠账的线去摸人的。你不欠人，账本翻到那一页，上面就没有你的名字，没有名字，他怎么找你？所以这种人不欠人，不是说他运气好躲过去了，而是账本上从头到尾压根就没写上去过。别人是欠了债，愁着怎么慢慢还，他最省力，他是从根子上就没让这笔债成立，他压根就没借。我认识一个教小学的陈老师，脾气那是出了名的倔，一辈子教书，有个铁打的死规矩，绝对不收家长1分钱的礼。有一年开学，有个学生特别调皮，天天在班里捣乱。这孩子的父母做大生意，家里有钱，生怕老师给孩子穿小鞋，就偷偷往陈老师的布包里硬塞了1000块钱的超市购物卡，塞完扭头就跑了。换了别人可能觉得推脱不掉，收了也就收了。陈老师怎么干的？他第2天中午顶着大太阳跑到那个超市，把这1000块钱的卡全买成了同样价值的铅笔、橡皮做文本。下午上课的时候，他当着全班的面把这些文具发给每一个学生，然后平静地对着全班说，这些文具是某某同学的家长送给大家的，大家要谢谢他。那孩子在座位上羞得满脸通红，从那以后再也没捣过乱。可别的家长知道这事后，都在背后撇嘴，说陈老师是个死脑筋，不懂人情世故。就这么个死脑筋的陈老师，到了70多岁那年，突发了重病，急性心衰，人一下子就不行了。儿子急疯了，把他送到市里最好的一家医院。结果那阵子急诊爆满，走廊里全是家床，重症监护室根本没有空位。儿子跪在挂号窗口，急得大哭，求护士行行好，给老母亲找个吸氧的床位。可没有床位就是没有，谁也没办法。就在儿子快绝望的时候，从急诊大厅楼梯上走下来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后面跟着好几个主任，显然是个权威的专家。这医生刚走过一半，突然停住了脚，转头死死盯着躺在平车上面色惨白的陈老师。他3步并作2步跑过来，一把推开人群，抓起陈老师的手腕一摸脉，扭头就冲身后的护士大喊，马上启动绿色通道，立刻推进手术室。我亲自来主刀，这台手术做了整整8个小时。等到大门推开，那医生摘了口罩，满脸疲惫地走出来。儿子赶紧扑上去千恩万谢，哆哆嗦嗦地从兜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非要往医生口袋里塞。那医生一把按住儿子的手，把他推了回去。医生眼眶也是红的，盯着儿子说，你别给我塞这个，你认不出我了。
我是30年前陈老师班上那个最调皮捣蛋、最讨人嫌的学生。儿子愣住了，医生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当年我父母硬塞给陈老师1000块钱的卡，他全换成文具发给了班里，全校上下只有陈老师从不占我们家半点便宜，没因为我家有钱就多看我一眼，也没因为我调皮就放弃我。他是最干净的人，今天我是把这条命还给他。大家想想看，陈老师当年不收礼，是为了老了以后能有个大夫来救他吗？绝对不是，他就是图个心里干净，图个晚上躺在床上不亏心。可因果就是这么奇妙，这就叫尽在人。在生死关头，别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平时欠的太多，索取的太多，福报早透支完了。而他呢，绝境里突然就能生出一条活路来。为什么？因为他年轻时候攒下的那些干净，化成了晚年最厚实的护身符。你们要晓得，在这个世上占便宜才是最不划算的买卖。你占了一次便宜，或者少出了点利，你占的是当下能看见的那点小利，可是吃亏的那个人心里记下了，这一笔账不仅记在他心里，也实实在在地挂在了你身上。这个人现在没本事，没力气找你要，可不代表他永远没力气。哪天他翻了身，或者他的儿女长大了有了力气，那笔账就会连本带利的回来找你。便宜这东西有个特点，看着是白给的，其实暗地里都是拿你往后的运气，拿你儿孙的福报抵押出去的。所以老祖宗常讲吃亏是福，福在哪？福不在吃亏这件事本身，而在于你因为吃了这个亏，你身上少了一个让阎王爷挂钩子的环。你们算一算，你们那一辈里是不是有那么1-2个特别会算计，事事都要占尽先机的人？年轻的时候他们确实什么好处都没落下，你现在再去看他晚年是个什么光景，多半是儿女不和，或者一生的病痛，因为账透支完了呀。这头一种尽在人，到了晚年身上会有一件别人拿金山银山都换不来的宝贝。是什么宝贝？是没有不敢见的人。你们想想看，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最怕的其实不是没钱，最折磨人的是什么？是这世上有那么2-3个人，你一辈子都得躲着走，因为你当年算计过人家，欠过人家的钱没还，或者做了对不住人家的事。只要一听见这人的名字，或者走在街上远远看见一个像他的背影，你心里立刻咯噔一下，赶紧绕道走，躲一个人，你心里就得永远挂着一个钩，这日子怎么能舒坦？而那个一辈子不欠人的人呢，他走到哪条街上腰杆都是挺直的，碰见老熟人，哪怕是当年的穷哥们，他都能笑眯眯地站住聊上2句。不管是谁家的大门，他都敢上去理直气壮地敲。夜里一关灯，脑袋沾上枕头，没有一件事是虚的，没有一笔烂账缠在脑子里，呼噜打得比谁都响。这个福气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咱们今天讲完这头一种人，你回去就先盘一盘自己，你现在心里有没有一笔欠着谁的一直没还上的人情或者旧账？是不是一想起来心口就觉得隐隐约约有点堵？如果有，赶紧去把它了结掉，别让它长成你身上的一个环。不欠别人的账，是不往自己身上添新钩子。可是过日子哪有这么顺风顺水的？就算你不去惹别人，要是别人硬生生的把一盆脏水泼到你身上呢？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这就不能光靠不欠人了。这时候第2种人的大本事就要拿出来了。这第2种大本事的人啊，我们老祖宗管他们叫止水人。什么叫止水？就是一潭静止的水，风吹过去，
水面上起一层波纹，风一走，水面自己就平了，一点痕迹都不留。你想想看，过年过节，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本来高高兴兴的，突然有个亲戚或者你家儿媳妇当着一桌子人的面阴阳怪气的顶了你一句，或者把你几十年前的一件糗事一件错事当众抖落出来，硬生生的给你下了个大大的面子。我们很多老朋友碰到这种事，那是怎么个光景？往往要气上3个月，甚至记恨30年，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把白天那个人说的难听话，那个鄙夷的眼神，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放了1000遍、10000遍，一边放一边在被窝里咬牙切齿，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后悔自己当时嘴笨，怎么没多骂2句还回去。我告诉你们，你这就是把别人的东西硬生生接过来，变成你自己的了。你想想看，人家扔过来一句难听话，那是人家嘴里吐出来的垃圾，是人家的东西，只要你不伸出手去接，这垃圾就掉在地上，臭的是他自己。可你一伸手接了，这垃圾就塞进你心里了，天天熏着你自己。可是人家止水人是怎么做的？他回到家，该吃吃，该睡睡，饭照样吃得香，觉照样睡得甜。3天以后，这件事在他心里就跟没发生过一样，彻底淡了。止水人不是没有脾气，也不是在那儿装瞎装聋，他根本的厉害之处就在于4个字，他不接招。佛法讲得很清楚，别人伤你、骂你、算计你，这叫什么？这叫恶业。恶业像什么？就像别人从门外扔进来的一只烧得通红的火把，这只火把本身其实烧不了多久，落在空地上几秒钟也就灭了。可是你要是心里头满是不甘心，满是怨气，你这口怨气就是一屋子干透了的柴火，火把一扔进来，轰的一下，干柴烈火，火势冲天，烧得你自己5脏6腑都疼，烧得你整宿睡不着。火一着，你就想报复，你想还击，你一还击回去，一笔本来到此为止的烂账就又续上了下一笔。你们这辈子跟人结下的那些解不开的死疙瘩，哪一个不是这么烧起来的？反过来，你要是心里头没有怨气，就像一间把空气都抽干了的石屋子，里面干干净净，别人把那只带着毒的火把扔进来，他找不到干柴，也找不到空气，在半空中扑哧一下自己就灭了。人家骂你那一句本来3秒钟就完了，是你自己用怨气把它养活了半辈子啊！这个时候有些老朋友肯定要在心里嘀咕了，我脾气好，我没发火啊，我都忍下来了。你们要晓得，忍下来和不接招那是天差地别的2码事。什么叫忍？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啊，那是人家把一块烧得滚烫的铁石头扔过来，你硬生生地吞进肚子里，拿个盖子死死压住，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一句话不说，那叫盖着盖子烧开水的锅，里面的火还在烧，水还在滚，迟早有一天要砸锅的。咱们到了这个岁数，身体本来就弱，最伤不起的就是心里压着的那口气。你们去医院看看，多少老年人的结心血管病，甚至是恶病，就是这么日积月累，硬生生压出来的气血不通啊！真正的不接招，是那块带火的石头飞过来，在门口就停住了，压根没进你的心。前一种忍是伤身要命，后一种不接才是省心省力。大明朝的时候，江南有个大画家叫沈周，这个人名气有多大？当时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捧着1000两黄金
在沈周家门口排上几个月的队，都不一定能求到他的一幅画。他的名声那就是块金字招牌。有一天，沈周正坐在书房里安安静静的喝茶，突然砰的一声，书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了。他的一位老友气急败坏地冲进来，手里还攥着一张画。老友几步冲到书案前，把那张画狠狠地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沈公，你快看看！老友气的声音都在发抖。街头上有个穷酸书生，竟然敢临摹你的画，还伪造了你的落款，拿到集市上当你的真迹去骗钱，画的简直是不伦不类。这等拙劣的假画，简直是败坏你一辈子的清誉。要是传出去，你沈大画家的脸面往哪儿搁？我已经让人把他看住了。这等无耻小人，必须立刻送交官府，打断他的手。诸位想想看，换了咱们普通人，听说别人造自己的假，毁自己的名声，败坏自己的招牌，那还不气得当场跳脚？那是砸饭碗打脸面的大仇啊！可沈周呢？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慢慢地放下手里的茶杯，站起身，凑到桌前仔细看了看那幅画。他看了好一会儿，不仅没有发火，反而轻轻叹了口气。他指着画上的墨迹，平静地对老友说：你看这纸是市面上最劣质的黄麻纸，你看这墨里面掺了水，连颜色都不均。再看这笔法，虽然拙劣，但每一笔都画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他若不是实在没有活路了，哪个读书人愿意去干这种担惊受怕、被人唾骂的造假勾当呢？放他一条生路吧，这事别提了。老友一听，气得眼睛都圆了，一跺脚拂袖而去，觉得沈周简直是迂腐到了极点。你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因果的事绝没那么简单，真正的考验在后头。那个造假的书生其实家里有个老母亲，已经病得下不了床了，急等着钱抓药。他拿着那幅假画在街上蹲了几天，根本卖不出去。为什么？因为懂行的人一看这画上少了一个最关键的东西，沈周的私人真印章没有那个印章，稍微有点眼力的人都不信。书生走投无路，被逼到了绝境。老母亲在家里眼看就不行了，这书生咬了咬牙，竟然做了一件让人惊掉下巴，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这天傍晚，沈周家的门被轻轻敲响了。门房一开门，就看见那个书生浑身发抖地站在外面，手里死死捏着那卷假画。书生是被门房架着走进大厅的，因为他的双腿已经软得走不动道了。一见到沈周，书生扑通一声，双膝重重地砸在青石板上，眼泪混着头上的冷汗，吧嗒吧嗒往下掉。他浑身像筛糠一样抖着，把那幅自己伪造的画高高举过头顶，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沈公，我娘要病死了，这画卖不出去，求您。你想想这个场面，造假造到正主面前来了，还要正主帮忙，这简直是蹬鼻子上脸，是把主人的尊严踩在脚底下反复的碾啊！换了脾气再好的人，这个时候也得大喝一声来人，把他给我乱棍打出去吧。可是你们看看人家止水人是怎么做的。沈周坐在太师椅上，静静地看着这个跪在地上抖成一团的年轻人。他没有高高在上的训斥，也没有讲什么道德大道理，更没有表现出半点被侮辱的愤怒。他只是站起身，慢慢走到书生面前，双手接过那幅假画，轻轻展开铺在桌子上。接着沈周打开自己最宝贵的红木印泥盒，从里面拿出了那方平时绝不轻易示人的真金玉印。他拿起印章，然后找准了画上的留白处，重重地盖了下去，
印章拿开，一枚鲜红的货真价实的沈周大印落在了这幅假画上。沈周把画卷好，递给还在地上发愣的书生，轻声说了一句：拿去吧，有了这方印，这画能多卖几两银子，赶紧去药铺给你娘抓药，路上别耽搁了。书生捧着那幅画，仿佛捧着一团火，大哭着跑出了沈周的家门。后来这书生靠着卖画换来的10几两银子，真的把老母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从此以后，他彻底洗心革面，找了个正当的营生，再也没有造过一次假。他逢人便讲沈公的大恩大德，在家里给沈周立了长生牌位，日夜磕头。诸位啊，咱们今天把这个故事掰开看看，别人把毁坏名声、蹬鼻子上脸这么大这么毒的一把恶业火把扔到了沈周的脸上，沈周接了吗？他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接。为什么他不接？因为他心里根本没有我的名声、我的面子、我的尊严这些挂钩。阎王爷的钩子顺着那幅假画找过来，本来想勾出沈周的怒气，勾出他的报复心，结果钩子落下去，在沈周心里捞了个空，因为没有地方下钩啊。造假者的这股恶业，在沈周这潭深不见底的止水里，不仅没翻起半点黑色的浪花，反而被他轻轻一转，直接化成了一场救人一命、改变别人一生的天大善缘。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想看，那个想气你、想伤你的人，他到底图什么？他图的就是看你暴跳如雷，看你心痛难受。你越痛苦，他心里越痛快，你越跟他争，他觉得越有意思。可是如果你就像沈周一样，是一潭止水，没有任何反应呢，他打过来的一通乱拳，夹带着狠毒的风声，结果全打在了软绵绵的棉花上。他打了3回，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没反应啊？在他这儿捞不到半点情绪上的满足，他自己就觉得没趣了。时间一长，那些爱闹腾的、爱占便宜的、满身是刺的人，自然而然就从你身边走开了。不接别人的气，不接别人的恶业，等于是死死守住了你自己心里这小小的1亩3分地，把世间的毒气都挡在了心门之外。可是啊，这世上还有第3种人，他不但稳稳当当地守住了自己这块地，他干脆把自己心里的那块地往外拼命地拓宽，拓得无边无际，望都望不到头。这第3种人啊，我们老祖宗给起了个顶大气的名字，叫愿海人。什么叫愿海？就是他的心量，他的愿力像大海一样宽，一样深。你们现在闭上眼睛，在心里拿出一张纸，把你这辈子每天早上一睁眼，脑子里转悠的操心的那些事，你列到最后仔细数一数，真真正正纯粹是为了你自己的事情。比如你想吃口什么好的，你想买件什么新衣裳，你想争个什么面子，占了多少？我告诉你们，真正心量大的人，为他自己操的心连3成都不到。这时候有人要说了，这种人是不是傻？是不是连自己都不心疼了？你们要晓得，他绝对不是不心疼自己，他更不是在故意装圣人做牺牲，他是因为心里头那个地方太大了，装进去的人太多了，排队的时候他自己那点事，不知不觉就排到了最后头。就好比一锅饭端上来，他先给爹娘剩，再给儿女剩，顺手又给邻居添了一勺，最后锅底剩下那小半碗才是他自己的。为什么我说这种人阎王爷的钩子也挂不住他？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要晓得，你过去造的业、受的委屈、吃过的亏，不管大小，它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就好比是一盆又黑又臭的脏水，
如果你这个人每天心里头只装着你自己那点得失，那你的心量充其量也就是个小水塘，这盆又黑又臭的脏水哗啦一下倒进你的小水塘里，整塘水立刻就变得黑漆漆的，臭不可闻，你自己就被这股恶臭天天熏着，整个人都抑郁了，生病了。可是如果你把这盆同样的脏水倒进无边无际的大海里呢，大海连个水花都不打，转眼之间这盆黑水就没影了，大海还是那么蓝，还是那么清。你们仔细想想，这盆脏水变少了吗？一滴都没少。那是怎么没的？是被大海那庞大的水量给稀释掉了。佛法讲得很清楚，业力是不会凭空消失的，但是心量可以化解业力。所以老话常讲量大福大，福报绝对不是老天爷看你顺眼凭空掉下来的，那是你自己的心量一点点撑开，把你命里本来要受的那点苦，那点灾给稀释的看不见了。我见过一个姓王的修车匠，大家都叫他老王。老王以前在工厂上班，出了严重的工伤，双腿齐根废了，下半辈子只能坐在轮椅上。当时厂里效益不好，赔的钱很少，根本不够他后续看病生活的。这一下老王觉得天塌了，他咽不下这口气啊！他连着打了好几年的官司，天天坐在家里拍着大腿咒骂老天爷不长眼，恨透了那个厂长。那几年老王家里的气压低得像个冰窖，他老伴给他端杯热水，手都是抖的，生怕哪句话没说对，老王抓起杯子就砸过去。他儿子放学宁可在街上溜达，也不愿意进家门。老王自己呢，被这股子怨气熬得眼窝深陷，头发大把大把的掉，除了腿残废，还熬出了一身严重的心脏病。这不就是恶业的脏水把他那个小水塘彻底给搅黑了吗？后来老王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为了糊口度日，老伴推着他在小区大门口摆了个修自行车的露天小摊。小区里住的都是些普通人家，老王坐在轮椅上等生意，闲着也是闲着，看到哪个孩子的脚踏车链条掉了，或者刹车线松了，他就招招手把孩子叫过来，顺手用扳手免费给人家调紧。他修得认真，边修边叮嘱，这刹车不仅要摔跤的，爷爷给你拧紧了，骑慢点啊。一开始老王是不经意的，可是天天这么干，小区里那些孩子只要一出大门，不管远远近近，看见他就脆生生地拉长了音调喊王爷爷好。有的孩子手里攥着半块饼干，满头大汗地跑过来，非要往老王嘴里塞。不知不觉中老王变了，他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里想的再也不是我这双废腿多可怜，那个厂长多可恨，他操心的是今天预报有雨，6楼那个小丫头的车座我得拿塑料布盖上，那几个皮小子今天别又去马路边玩，太危险了。他把小区里孩子的安危快乐全装进了心里，他脸上的横肉散了，整天笑呵呵的。家里那冷冰冰的冰窖终于又有了热乎气儿。有一天傍晚，老王正在低头补胎，一抬头，摊子前面站着一个人。老王定睛一看，愣住了，这人正是当年那个被他恨之入骨的厂长。厂长现在也老了，据说得了很严重的病，走路直打晃，刚好路过这里，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想在旁边的马扎上借个光歇一会儿。要是放在5年前，老王见了这个人，那还不眼冒红光，恨不得扑上去咬下他一块肉来。可是你们猜怎么着？老王看了他几秒钟，下意识地拿起自己平时喝水的大搪瓷缸子，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白开水，默默地递了过去。厂长哆嗦着手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抬起头看了老王一眼，老泪纵横。就在递过水去的那一瞬间，
老王自己心里突然咯噔一下，他猛然发现那块压在自己胸口折磨了他整整5年，那块叫恨的大石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连个影子都找不到了，消失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怨海人的大境界。老王的腿还是废的，赔偿款还是1分没多，可是那些苦难，那些怨恨掉进了他装满孩子欢笑的大海里，彻底化开了，再也兴不起风浪了。所以说，你们千万不要觉得替人操心就是吃亏。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要给你们敲个警钟，我告诉你们，替人操心和替人扛债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什么叫替人操心？就好比你儿子挑着一副重担，他自己已经把担子扛在肩膀上了，走得满头大汗，这时候你走过去，在旁边帮他扶一把，拖一下底，这叫助缘。你心里装着他，你的心量在长，这是在积福。那什么叫替人扛债？你儿子连手都不伸，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副担子他根本不碰，你一看，哎呀，心疼啊，看不下去啊，你自己咬着牙把这副重担全扛在自己身上，替他去挑，这叫代偿。你这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剥夺他人生必经的磨练。你把他本来该自己还的债，该自己学的本事花钱给买走了，到头来他什么都没学会，反而养成个白眼狼。而你呢，累得一身是病还不落好。咱们到了这把年纪，一定要分清楚，你管的是闲事，还是在替儿女造恶业。弄懂了这个，你就明白为什么阎王爷的钩子挂不住第3种人了。阎王爷的钩子要挂住你，必须得找个环，那个环的名字叫什么？叫我的。一个人心里头，这个我的格子画得越小，装的东西越少，他身上能让钩子挂住的地方就越少，他把心量撑得像海一样大。我的那点执念就像是一根小小的缝衣针掉进了太平洋里，你让阎王爷到哪儿去给你捞这根针，找都找不着了呀。咱们现在这把年纪，还能操得动几年的心，该操谁的心，不该操谁的心，现在明白过来还来得及。前面讲的这3种人，境在人、止水人、怨海人，不管是摘掉环还是把心撑大，说到底其实都是在防守，把苦难挡在自己的心门外头。可是人吃五谷杂粮，活在这个世上，哪有绝对挡得住的？偏偏就有第4种人，最难最苦，但也最让人敬佩。这种人啊，那些他天的大苦实实在在的落到了他的头上，落得比谁都重，砸得他粉身碎骨。可是等他走出来以后，你再听他提起那些事的时候，他居然一点都不咬牙了。这第4种人啊，老祖宗给他们起了一个极其好听但也极其难得的名字，叫火中莲。你们想想看，莲花本来是长在水里的，清清凉凉的，可是这一朵莲花它不是从水里长出来的，它是从熊熊大火里生生开出来的。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这辈子吃过一次真正他天的大苦。比如老伴突然先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或者自己得了一场大病，在床上瘫了2年，半条命都没了。这种苦搁在一般人身上，那是要命的。可是你去看看这种火中莲的人，你今天要是跟他问起当年那段最黑的日子，他能坐在你对面，平平静静地把整件事讲完，他的眼睛不红，眼泪不掉，更不会咬牙切齿地骂老天爷不公平。咱们很多老朋友也吃过大苦，也硬挺着熬过来了，可是你仔细观察，多数人是挺过来了，但只要旁边的人一提起那件事，他立刻眼圈发红，满肚子的委屈和怨恨。我告诉你们，那不叫走出来了，
那说明这个苦还在他身上结着疤，只是平时拿衣服盖着，一碰到里面还在发炎，还在疼。可是火中莲这种人呢，不是他记性不好把苦忘了，而是那件事在他心里已经真真切切的不疼了。佛法讲得很清楚，烦恼即菩提。很多居士听不懂，以为烦恼就是菩提，不是的。苦难和烦恼它本身只是个原料，这就好比老天爷扔给你一块又湿又臭的烂泥巴，这块烂泥落到不同的人手里，它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落到满心怨气的人手里，这块泥巴就发酵成了更毒的怨恨。他天天拿这块泥巴去扎身边的人，把家里人都弄得一身脏。可是这块泥巴要是落到了心里有悟性的人手里，他受了这么大的罪，他不仅没抱怨，反而借着这场大病，这场大灾，头一回真真切切地懂了旁人躺在病床上是个什么绝望的滋味，懂了人生无常的道理。他把这块烂泥掺上水和成泥，一块一块的砌成了一堵挡风遮雨的墙。苦难落到他身上，不仅没有毁掉他，反而被他架起火来，炼成了闪闪发光的金子。唐朝的时候，有一位极其了不起的高僧，叫鉴真。鉴真大师为了完成一句传扬佛法、带去医药和建筑技艺的诺言，决定造船渡海去异国他乡。那个年代渡海就是九死一生，他这一走可不是一帆风顺啊。第一次船还没出海就被拦回来了，第二次遇到狂风巨浪，船被打得粉碎，人在海里泡了几天几夜才被救上来，连着5次全失败了。跟着他出海的徒弟死的死，闪的闪。到了第5次失败的时候，鉴真大师已经66岁了，因为长途跋涉加上风浪折腾，他生了一场重病。在这场大病里，他的双眼彻底看不见了，眼前只剩下一片死寂的黑。你们换位想一想，一个66岁的老人瞎了双眼，徒弟死了大半，半辈子的心血全泡了汤，换了咱们普通人，是不是要捶胸顿足，大喊老天爷不长眼？是不是觉得我明明是在做好事，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惩罚我？然后彻底心灰意冷，在家里等死算了。可是鉴真大师没有，面对徒弟们的痛哭流涕，老和尚瞎着眼睛坐在破庙的蒲团上，他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为了这句诺言，哪怕粉身碎骨也是要去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心里的路还在。到了第6次瞎了眼的鉴真大师，终于靠着微弱的顺风，奇迹般的渡过了大海。他受尽了人世间最极限的苦难，却把咱们大唐最高超的医药建筑和慈悲的佛法完完整整地带了过去，在那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那些苦难落到他身上，全变成了他生命里最壮丽的火中莲。你们要晓得，为什么我说在4种人里头，阎王爷对这最后一种人最没有办法？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们想想，阎王爷拿捏我们凡夫俗子，那生死簿上的钩子要挂住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字，怕。你怕生病，怕没钱，怕死。你心里最怕什么？那个钩子就精准地挂在你的哪一根软肋上，一钩一个准，一拽你就疼得死去活来。可是你看看火中莲这种人，他怕的东西他早就经历过了，他最亲的人走过了，他最重的病生过了，他连死神的面都见过了，他从那片火海里硬生生地走出来了。他已经知道了那件最可怕的事情到底有多重，他也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其实是扛得住的。你这个时候再拿苦难去吓唬他，再拿失去去威胁他，他不接招了。
这就好比你拿一句吓唬3岁小孩的话去吓唬一个饱经风霜的大人，管用吗？不管用了。他身上曾经挂钩子的地方已经被大火烧平了，钩子再甩过来拽不动他了，因为他心里已经没有了恐惧和执念。而且我告诉你们，这种人吃过的苦是有大回报的。这个回报不是说老天爷马上奖励他一笔巨款，而是他拥有了一样别人拿命都换不来的本事，他能接得住别人的苦。你们回想一下，当你这辈子遇到最难过去的坎儿，你想找个人倾诉的时候，你会去找谁？你绝对不会去找那个一辈子顺风顺水，连个跟头都没栽过的人，因为没吃过苦的人来劝你，他嘴里说出来的那些看开点啊，想通点啊，全是轻飘飘的废话，根本进不了你的心。你一定会去找那个自己也吃过大苦而且挺过来了的人，他甚至不需要跟你讲什么大道理，他只要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递给你一杯热水，拍拍你的肩膀说，没事，我懂，我也经历过，熬过去就好了。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你听在耳朵里，立刻就觉得心里踏实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经历过烈火的焚烧，他那一身被火烧过又百炼成钢的骨头，比任何没烧过的生铁都要硬实。他用他的慈悲和定力把你给拖住了。到了咱们这个岁数，这种火中莲的人就是家里的一根定海神针，只要他坐在屋里，家里晚辈遇到天大的事，看看老人那张平静的脸，心里就稳住了。这种德行和福报是用多少钱都换不来的。讲到这里，这4种阎王爷挂不住的人，我都给你们掰开揉碎地讲透了。我知道有些老朋友听到这儿，心里头不仅没觉得亮堂，反而开始发凉了。你在心里偷偷盘算，您讲的是好，可是这4种人我挨个对了一遍，我好像一种都不占了。我不但做不到不接气，我还天天生气，我也没那深如大海的心量。最要命的是，我明明知道自己脾气不好，嘴巴不好，我也想改，我看别人不生气，我也暗暗发誓明天绝对不跟老伴吵架了，绝对不去算计那点小钱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遇到事，我心里就有一股邪火往上冒，有一股看不见的力气死死地把我往回拽。我告诉你们，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明明想改却死活挣脱不出来的情况，千万别只怪你自己，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了，是你背后还拖着一样庞大的让你看不见的东西。今天咱们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下面这一段你们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听完。我要给你们揭开一个老祖宗传下来却被很多人误解了千百年的大秘密。这个秘密藏在咱们每一家的根底下，不把这个根上的毒解了，你这辈子再怎么努力改命都是白费力气。你们要晓得，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不是孤零零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在这个世上过日子，你的背后实实在在的连着一整条看不见的血脉。这就好比你是一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你这片叶子长在树枝上，你很努力啊，你天天拼了命的去晒太阳，你想让自己变得绿一点亮一点。可是如果这棵树的树根是泡在又黑又臭的毒水里的，你这片叶子在上面再怎么折腾，再怎么努力，迟早有一天也是要发黄，要枯萎的。什么叫根上的毒水？我们老祖宗管这个叫家族共业。你爷爷那一辈受过的穷，挨过的饿，心里的那种恐慌，你爹娘那一辈没结清的怨，没放下的恨，这些东西它不会凭空消失，它会顺着这根血脉的管子悄无声息地往下走，
落在你的身上，然后又会从你的身上继续落到你的儿孙身上。你想想看，你这辈子最烦最不想变成的，是不是就是你爹娘吵架时的那个样子？可是你现在回头看看，你跟你老伴急了眼拌起嘴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语气，那个神态，那个用词，是不是跟当年你爹娘一模一样？这还不算完，更让你心里发毛的是，你现在看你儿子跟儿媳妇吵架的样子，简直就跟你当年如出一辙。这就是共业啊！你们家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种事，连着3代人都栽在同一个地方？要么是3代人都攒不住钱，要么是3代人的婚姻都不顺，要么是3代人的脾气都像火药桶。这不是你不争气，是你脚底下踩着的那块地，从你爷爷那辈起，它本来就是邪的。既然知道了是根子上的问题，那咱们就要往根上浇一次水，解一次毒。怎么解？佛法讲得很清楚，有一部经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叫地藏经。很多老朋友一听地藏经3个字，心里就发怵，连连摆手，说那可是家里办丧事超度死人的时候才念的，活人平时念了要遭阴气的。我告诉你们，这是天大的误解。你真把地藏经翻开看看，它里面通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地藏菩萨为了救自己受苦的母亲，发下了大愿。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孝经，是救命的经，根本不是什么上经。你读地藏经不是在那儿超度什么，你是替你上一辈的人去念，是替你这棵树的树根在解毒。你是要把你上一辈没结了的愿，没还清的债，在你这一代彻底给了结掉。你这一代咬着牙把它了掉了，你下面儿孙那一辈就再也不用接这个烂摊子了，他们往后的路就顺了。这不是求菩萨施法把灾难变走，这是你自己拿着清水把你家根上的那点毒一点一点洗出去。不过我要提醒你们，刚开始念，刚开始洗的时候，家里可能反而会出点小乱子。这就好比你要去清扫一间几十年的老屋子，平时门窗紧闭，你看着挺干净的，可里面的灰尘早就积了厚厚一层，一直让你喘不上气。你现在拿着扫把进去一扫，好家伙，灰尘全扬起来了，呛得你直咳嗽，人更难受了。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害怕了，说这经念不得，越念越倒霉。你要晓得，灰尘扬起来，那是清扫屋子必经的一段路，只要你咬住牙，接着往下扫，灰扫出去了，这屋子一天就会比一天亮堂。那具体落实到每天的日子里，咱们这帮普通老百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身上的钩子摘掉，把根上的毒解了呢？我今天就把这套保姆级的实操办法一步一步教到底给你们。就这7件事，你今天听明白了，马上就能做。第一件事，先认领你自己到底占了哪一种。前面我讲了近在人、止水人、怨海人、火中莲这4种人。你今天晚上找个没人的地方，拿张纸，挑一种你觉得跟你最像、你最向往的，端端正正的写在纸上。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因为人只有先低头认下我这辈子其实已经在做这件好事了，你心里才会生出一股定力，你才觉得这辈子没白活，才有力气往上加第2件好事。第2件事，把欠着的最老的那一笔账了掉。这个月你就去挑一笔你欠的最久的旧账，不管是欠了老朋友的一笔小钱，还是人家当年拉过你一把你没谢过的人情，能还钱的赶紧还钱，能买点水果去回礼的赶紧回礼。如果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或者真找不到人了，你就在心里或者找个机会对着他的方向，把那句亏欠的话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为什么？这个道理很简单，身上的环少一个是一个，
这叫尽在。这是4种人里头见效最快，最能让你心里立刻松快下来的一步。第3件事，气上来的时候先过3口气，以后不管是谁当面下了你的面子，或者说了难听话，你想顶回去，想发火的那一秒钟，时时闭紧你的嘴巴，用鼻子深深地吸一口气，再慢慢放出来，连着做3回。过完这3口气，你再决定这句话还要不要说。为什么？因为别人扔过来的那个恶业的火把，刚落地的那3秒钟最要紧，你闭嘴不接，撑过这3秒钟的干柴烈火，那把火在半空自己就灭了，它就烧不到你身上。第4件事，每天替一个人想一件事，你不需要真拿钱去帮他，你只需要每天闲下来的时候，在心里挑一个人，也许是你儿媳妇，也许是门口卖菜的老头，你就站在他的位置上，在心里替他想一想，他今天难在哪儿，他有多不容易，为什么要做这个虚功？因为心量不是靠嘴巴喊大的，心量就像个气球，是你每天这么替别人想一点想一点，硬生生给撑大的。心量一大，你那点委屈就被稀释了。第5件事，把你这辈子最苦的那一段原原本本讲给一个人听，挑一个你最信得过的人，坐下来，不带任何情绪，不掉眼泪，不咬牙切齿，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平平静静地讲一遍。为什么要讲？因为能平静地讲出来，是你长成火中莲的第一步。你记住了，你讲到哪一句话的时候，声音突然发抖了，停住了，那么这一句话背后藏着的痛，就是你心里还没被火炼化成金子的地方，那就是你以后要重点修补的地方。第6件事，替上一辈念经。你如果识字，一天念地藏经的1品；如果不识字，眼睛不好，就在手机上放着听，跟着心里默念，这都算数。但是念完或者听完之后，你每天必须大声的出声的说一句话，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我家历代先人。为什么必须出声？你在心里默默想，行不行？不行，心里想不算数。这就好比你写好了一封信，装在信封里，你却没有把它投进邮筒，信是寄不到的。你必须用自己的声音把这个善念发出去，根上的毒才能一点点化掉。第7件事，也是最迫切的一件事，去寻根问底。咱们在座的很多人家里肯定还有比你更年长的长辈，不管是老姑还是老舅，你抽个时间去看看他们，就问一句话，咱们家老辈子有没有什么事是一直没了结的？有没有什么对不住的人？为什么要去问？因为这个家族的根上到底藏着什么毒水，多半只有那个活得最久的老人心里才有数。他一说，你就知道自己这棵树到底该往哪个方向浇水解毒了。趁着这些老人家还健在，还能问得到，抓紧去问，晚了，这笔糊涂账就全砸在你和儿孙头上了。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听着听着前面可能就忘了，没关系，我在这里再啰嗦最后一遍。咱们今天讲的4种人，头一种叫尽在人，这辈子借了必还，受了必报，绝不占人1分钱的便宜。阎王爷那本账本翻到你那一页，是干干净净的一张白纸。第2种叫止水人，被人当面下了面子，回家还照常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别人扔过来的恶业火把你不去接，他在半空中找不到干柴，自己就灭了。第3种叫怨海人，一辈子操的心8成不是为了自己，心量像大海一样，一盆恶业的脏水倒进去，转眼就稀释得没影了。第4种叫火中莲，吃过他天的大苦，
可现在提起来一点都不咬牙了，苦难落到了他手里，被硬生生炼成了闪闪发光的金子。还有我刚才教给你们的那7步救命实操，你们也得给我死死记牢了。第一，先认准自己占了哪一种，写在纸上，给自己心里安个定海神针。第二，这个月去把欠着的最老的那一笔人情或者烂账给了掉，能还钱还钱，能道歉道歉。第三，以后火气冲到头顶想骂人的那一秒，死死闭嘴，先用鼻子慢慢过3口长气，撑过那3秒，这把火就烧不起来。第四，每天闲下来，在心里替一个人想一件他的难处，把自己的心量一天一天撑大。第五，把你这辈子最苦的那一段找个信得过的人，不带一点情绪，平平静静地讲一遍，看看自己到底还会卡在哪一句。第六，每天跟着念或者听地藏经，念完一定要大声出声说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我家历代先人，把家里的毒根好好洗一洗。第七，趁着家里最年长的老人还在，赶紧去问问咱们老辈子有没有一直没了结的旧怨，找准方向去化解。你们要晓得，我最后还有一句最要紧的话要交代，这4种人啊，绝对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活神仙境界，他们就是4条你现在马上就能起步走的路。你不用要求自己4种都占全了，只要你占了1样，你身上的钩子就少了一个能挂的地方。你要是能占上2样，阎王那本簿子翻到你这一页，下钩子之前他就得多想一想。而且我跟你们讲句交底的实话，今天能坐在这里安安静静听到现在还愿意往下想的人，你们多半头一种尽在人早就做了半辈子了，只是以前从来没人跑来告诉过你，你平时做的那些不占便宜的傻事到底有多值钱。你根本不是没修行，你是踏踏实实修了一辈子，而自己却不自知啊。我告诉你们，这世上最好的风水根本不是你家大门朝哪开，也不是你屋里摆个什么发财的物件，最好的风水就是人心。最大的改命不是求神拜佛保佑你躲开灾祸，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去的因。佛法讲得很清楚，因变了，果自然就变了。你们今天听明白了这些道理，你把它转发给你身边那位一辈子吃亏却从来不吭声的老伙计，转发给那位因为被人下了面子到今天还在生闷气的老熟人，转发给那位吃过大苦一提起往事就红眼睛的老姐妹。你不要觉得这是在凑热闹，你们要晓得，你这一次小小的转发，你的一句善意提醒，可能就让人家突然把压了半辈子的那口毒气给松了，可能就让一个家庭少造了一场恶业，少走了一条弯路。这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就是你在积福啊。而且这正是那种没人知道不显山不漏水的阴德，功德无量。如果你们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帮助，请你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你们要知道，每一次转发和分享都是在替你自己，替你的子孙后代积攒福报。最后，我希望大家都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话，你可以写愿我家历代先人离苦得乐，也可以简简单单写一句愿家宅平安。我告诉你们，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咱们千万人的善念在这个评论区里汇聚在一起，那形成的正向能量场威力不可思议。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每一句善言，发出的每一个善念，兜兜转转，最终全都会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